前不久，印度军方向边境地区再度增加了5万军队。印度这么做背后到底存在何种意图呢？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和很多人预料的情况一样，印度尽管国内的疫情一直都非常严峻，但是印度政府仍然没有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如何抗疫上，而是选择了一条歪路来应对因为疫情而愈演愈烈的印度国内矛盾，也就是通过边境冲突来转移国民的注意力。最近根据外媒的报道，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地区再次增兵5万，而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印军总人数更是已经达到了夸张的20万人，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去年同期水平的 140%。而就在这段时间，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还专门来到了边境地区视察一线士兵。在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印度媒体曾经发布了几张印度防长访问的照片，而就在印度防长辛格的后面摆放的就是印度边境地区的公路网，像素还挺高，甚至每个节点的名字都看得清清楚楚。当然了，随后印度媒体也发现了这一涉嫌泄密的行为，赶紧给照片上打了个码。只不过印度媒体的手速比起中国网友来说还是慢了点，早就被我方热心网友下载保存，并分析出了确切地点，保不齐以后就能用上呢。言归正传，印度现在来这么一出，那可以说是毫不意外。印度媒体则表示，之所以这么做，主要就是为了实行所谓的进攻性防御。然而有不少分析人士其实都看透了印度军方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为了要把解放军再逼回到谈判桌上。由此也能看出，印度军方对于此前双方的谈判结果并不满意，也没能在谈判桌上占到解放军的便宜，于是就妄图使用这种增兵的方法来恐吓我方，还妄图获取更多的利益。虎哥也不知道印度听没听说过那句著名的话，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别想得到。印度军方如果觉得凭借规模庞大的军队就能让我们让步，那也太天真了。更何况这都已经是21世纪了，兵力规模可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败，否则的话，大家把军队放一起比一比人数，输赢就出来了，哪里还会有那么多战争？尽管印度这2年也意识到了在北部的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后勤保障方面的短板很大，也在大力改善边境地区的交通运输状况，但是一方面这些准备工作只能算是杯水车薪，另一方面很多工程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完工的，对于当前印军的后勤保障任务的效果很有限。而在另一边，解放军也并没有闲着，相对于印军的不断往边境堆人数，我军的准备工作进行的就要高效得多了。这段时间，相信有心的老铁们也能从央视报道中看出一些变化。解放军驻扎在新疆、西藏边境地区的部队，这段时间接收了大量刚刚服役不久的新装备，比如说 PCL-181 卡车炮、99A 主战坦克、150轻坦等，甚至连单兵装备，不少边防部队都接收了最新一代的星空迷彩以及新款的191突击步枪。空军方面，我军也在西部地区新建了更多的空军基地，能够容纳我军目前较为先进的歼10C、歼16战机，甚至由于歼20战机本身对于后勤保障能力的条件并不高，也能被部署在高原的空军机场。除了这些新装备之外，我军也将大量的远程打击装备部署在了高原边境地区，比如东风系列弹道导弹以及远程火箭炮系统等。当然了，为了部署在边境地区的部队更有战斗力，我军也进行了大量的联合演习。可以说，在边境地带，印度军方除了在士兵人数以及地形上占优外，不管是空军还是陆军，又或者是后勤保障方面，我军都拥有绝对的优势。而士兵人数和地形并不足以弥补印度军队的短板。在虎哥看来，总的来说，印度军方还是不敢主动挑起冲突的。尽管这一次向边境地区再次增加了5万士兵，但是印度军方的表现还是比较低调的，并没有对外大肆渲染，反倒是西方国家不断在挑事儿。这很有可能是由于印度军方既想要在谈判桌上占便宜，又不敢把事情闹大，才有了这样的表现。
不过呢，我军可不吃印度军方这一套，不管印度方面搞什么幺蛾子，我们的态度始终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还从没有军队能从解放军手中夺取中国领土呢，以后当然也不会有。至于印度就更没有这个本事了。